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Valadium 的 channel。之前我们推出了那么多基础知识的 video， 今天我们决定拍一个干货中的干货，也就是鸟兽草 Bird Beast Plant 的完整攻略。这个 video 会分成3个 part。首先我会介绍这个阵容里的 XC 选择和他们的玩法，接下来我会讲这个阵容和其他主流阵容的克制关系，最后我们通过一些实战的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玩这个阵容的整体思路和一些小技巧。我先从鸟，也就是 Bird 开始说起，因为 Bird 会是决定我们 Bird Beast Plant 走哪一个流派。So Bird Beast Plant 基本上可以分成2个流派，第一个流派就是偷袭后排的类型，第二个流派就是正面攻打的类型。这2个流派的区别其实只是在于 Bird 的嘴巴部位而已。偷袭后排的类型就是一定要有 Little Owl 这张卡，这张卡是会让我们的 Bird 攻击对方速度最快的 XC。植物坦克通常是游戏里面速度最慢的 XC， 所以这张卡可以让我们绕过对方的坦克，直接攻击对方脆弱的后排。至于正面攻击的类型，就会有几个嘴巴部位的选择。要是 budget 比较少，或是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话，可以选择 Peacemaker 和 Hungry Bird。要是想要买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可以选择 Double Top， 当然它的价钱就会比较贵咯。Double Top 在现在满大街都是 Terminator 的版本，是非常强势的，因为它可以无视对方 XC 的盾，它可以不触发 Terminator Snail Shell 的 stun， 因为 Terminator 的盾始终都没有被破到。至于尾巴的话，不管是哪个流派，我都强烈建议 Post Fight 这张卡，一个0能量120伤害卡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至于背部和脚的话，任何一个高伤害 Bird 卡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 Pigeon Post 和 Eggshell 的组合，这是因为他们除了有高伤害以外，他们还有额外功能，那就是可以转移对方攻击的目标，让对手只能攻击我们的鸟。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在一些情况下打出奇效，我会在接下来的实战的例子详细讲解。至于野兽，也就是 Beast 呢，就是要选有很多高伤害攻击卡的 Beast， 千万不要买能量类型的 Beast。虽然这个 Beast 是蛮强的，它可以摧毁和偷对手的能量，但是它是不适合我们鸟兽草 Bird Beast Plant 组合的。这是因为 Bird Beast Plant 是主打快节奏强攻的打法的，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摧毁对方的坦克。要是我们选择能量类型的 Beast 的话，我们会缺少很多伤害。至于高伤害类型的 Beast 会有以下几种，第一就是最常见的 Donut Ring Beast， 这个 Beast 在 Marketplace 上面有非常多。这个 Beast 的好处就是，要是我们打得出 combo 的话是非常强的，我们不但可以打出非常高的伤害，因为 Imp 这张卡我们可以得到能量。坏处就是它非常依赖抽卡的运气，要是运气不好的话， let's say 我们手上拿着1个 Nutcrack 和2个 Imp， Ronin 又迟迟不来，那我们是打还是不打呢？我们会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 situation。 第2和第3个伤害类型的 Beast 就是这个拥有 Zero Cost 背部的卡 Hero。 要是舍得花比较多钱的话，我推荐这些 Beast， 因为他们对抽卡的依赖性比较小。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买43 Speed 或以上的 Beast。 虽然它是会比较贵一些，但是它会让我们快过纯种的 Beast 和 Reptile 版的 Terminator， 这会让我们在游戏里面有非常大的 advantage。 至于植物，也就是 Plant 的话， for 嘴巴、脚和尾巴，我是建议最常见的 Sirius Cactus 和 Hotbud。 至于背部的话，我建议拿 Watering Can 这张卡，这是因为 Bird Beast Plant 的天敌就是双鱼草的组合。 Watering Can 这张卡的效果是，要是对方用阿瓜的卡攻击我们会得到能量，这会让对方的阿瓜犹豫要不要攻击我们，这会帮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先攻破对方的坦克，形成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局面。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鸟兽草队伍对什么队伍比较强势或者弱势。在开始之前，我必须先在这里声明，由于 XC 的每一个招式搭配不同，都会对队伍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张表主要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队伍招式搭配和主流阵容来做的总结。如果你的鸟兽草阵容招式搭配与我们的阵容有出入，或者对方的队伍招式搭配和主流的队伍有出入，虽然大概率也能参考这一个表，但是一定会有一点误差，所以请大家斟酌参考。
我们先来讲对什么队伍优势，我把它总结为只要是对上草加不是超后门的爬虫类加不是超后门的任何种族 XE， 我们都相对占有优势。这里主要是因为我的兽类克制爬虫类之外，一般上对手搭配的其他种族 XE 都会是鱼或者兽，或多或少呢都会被我的鸟克制。那如果对手是双爬虫组合，一般主流搭配都是 Tri-Spike 加 Dominator， 遇上这样的队伍，大家只要小心不要让自己的草的防御比鸟和兽的防御高就好了，避免对方先把后排的鸟和兽先干掉，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获胜。那我们这个阵容对什么阵容比较弱势呢？如果是主流比较多人用的队伍的话，双鱼阵容对我们来讲一定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对手。除了因为我的兽对鱼的伤害会被削弱之外，对手的最后一只鱼一般会配上一个增加速度的攻击，所以最后一轮如果是1对1，很大机会我的鸟会先被干掉。如果大家遇到双鱼阵容，尽量在前期就拉开优势，优先制造2对1的局面，就有比较大的机会获胜。另外一种就是对上超后门的队伍，大家都能看到鸟和兽的生命值都相对比较低，所以超后门的招式很容易就可以把我的鸟和兽先杀死。比较主流的超后门队伍有另外一种形式的鸟兽草组合、双毒虫组合和虾尾巴鱼组合。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队伍，尽量优先使用鸟和兽的卡，避免他们被优先杀死后浪费了累积起来的卡。那剩下没有提到的组合，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都可以把它们纳入到风险中等的组合。这时候主要考的就是双方的博弈、技术和卡运了。OK， so 现在我会进入第一个 gameplay。OK， 虽然对方的 plan 有 Serious 是可以偷我们的能量，但是我在第一轮没有抽到什么好的卡可以打，所以这一轮我就 pass 咯。虽然我说过 Bird Beast Plan 是要快节奏的进攻的，但是现在我们手上只有很少的 Beast 卡。要是我们用 Bird 的卡进攻的话，第一，我们需要用到很多张卡和能量，因为 Bird 卡打 Plan 有 Class Disadvantage。第二，我们需要留着我们 Bird 的卡 for 对方的阿挂。幸好这一轮我的运气还是蛮好的，我抽到 Watering Can， 所以我就打 Watering Can 加 Serious。要是对方用阿挂的卡攻击我，我可以得到能量。要是对方 pass， 我也可以偷他的能量，所以结果是他用阿挂的卡打我，所以给了我2个能量。现在他有3个能量，我知道我的 plan 是保不住了，所以我决定不顾我的 plan， 全力进攻他的坦克。所以这一轮我知道他的阿瓜可以射下很高的盾，所以我直接用 Double Dog Combo 带走他。这里就体现出刚才 Round 2的时候我们没有急着用 Bird 的卡进攻的好处。要是刚才用了的话，我们很有可能现在就不够卡，甚至可能不够能量打死对方的阿瓜。最后他的阿瓜还是被我打死了，他的阿瓜打的3张卡都浪费掉了。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知道他的 Terminator 很有可能 slow 我的 Beast， 所以我要用 Egg Bomb 吸引那个 slow 去 slow 我的 Bird。我的 Beast 被 slow 的话，下一轮就会慢过他的 Terminator。我必须要确保我的 Beast 有先手，所以要是他 stun 我的话，我不需要花多1张卡解掉那个 stun。OK， 所以这一轮的细节是在打 Beast 卡的次序。我知道他现在只有2个能量，他能射下的盾是不可能高过120的。所以我就用最高伤害的卡 Dual Blade 来打破他的盾，然后我就用伤害最低的0能量卡 Hero 来解掉那个 stun， 然后再把剩下的2张 Nutcracker 打下去。
所以最后一轮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我用 Bird 吸引他的攻击的同时破开他的盾，然后用 Beast 解决掉他。OK， 最后我们也得到胜利了。OK， 第二个 gameplay 我们会选一支我们比较弱势的对手来给大家看。对手是双鱼阵容，像之前讲过的，只有尽早制造2对1的局面，我们才会有优势，这样会很考牌运啦。第一轮我的 Blunt 来了3张卡，一般上 Blunt 的卡能尽早用就用，不然到后面被打死就很容易浪费。那么我猜对方的鱼第一轮先不会进攻，反正我的 Beast 3张也带不走他的 Blunt， 所以我选择偷他们的2个能量看看。OK， 我反而被他们偷了1个能量，可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有2个 Aqua Stock， 我们要好好利用它。我用1张来赌看看对方会不会用 Aqua 来打我。OK， 因为 Aqua Stock 被我赚回了2个能量，所以我现在总共有5个能量。这一轮我的 Beast 够牌打死对面的 Blunt 了，所以我出完4张。然后我想对面的鱼已经那么多轮没有出大招打我了，所以这一轮他们应该会出牌。我果断也用了 Aqua Stock。这一轮很多人可能会怕对方的 Blunt 叠防御杀不死，所以加多一个 Bird 的招。可是 Bird 的招在对 Aqua 的时候很有用，所以我觉得最好省下来下一轮用比较好。OK， 他没有打我，没有关系。这时候就是 Bird 发挥作用的时候，因为攻击阿瓜效果显著，一般4招一定能带走他，所以不需要犹豫，我们果断先带走1只阿瓜再打算。OK， 对方应该是预判错误了。如果上一轮对方先带走我的 Blunt， 那么我们可能还是会输。可是现在是3对1，我们就可以不需要那么担心了，因为有2个肉盾保护我们的 Bird。我们的 Bird 有什么卡就用什么，后面基本确定我可以赢了。OK， 最后一轮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因为对方 upstream swim 的招会增加速度，所以他这一轮的速度会比我的 Bird 快。如果是1对1的话，我一定会输。所以假设上一轮大家遇到的局面是2对1的话， Bird 又不够卡，但还有多余的能量的话，也可以给 Beast 出招。这时候在 Bird 的最后用 Egg Bomb 来吸引阿瓜的攻击，好让 Beast 也有机会出招带走他。所以前面我们的能量储备就非常的重要，要好好善用我们的 Aqua Stock 来给我们补充能量。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2个 gameplay。OK，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按 Like、Subscribe 和 Share 出去。拜拜。